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实验操作。那接下来的实验要带大家操作的，其实是怎么透过阿米巴板连接上无线网路。首先，我们要做的操作的第一部分是连接上一个开放式没有加密的环境。那我们的实验的器材呢，就包含了阿米巴板以及阿米巴板的连接线，然后可以同时提供电源及资料传输的功能。那很重要的，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还需要各位同学准备了多一台的无线路由器，就如同我们画面上这台黑色的无线路由器。等一下我们就会尝试的让我们的阿米巴板连接上这台无线路由器所开放出来的无线网域。在这个实验的操作的流程的过程里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无线的环境是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好，我们来点开这个画面中的桌面上的无线的环境，大家会看到是在画面上的第一个部分 RTN10， 就是这一台无线路由器所目前暂时开放出来的一个无线网域。首先呢，我们要进行的操作是，我们要去更改这个网域的设定，所以我们先让我们这台电脑先连接上这台无线网域 RTN10 的无线网域。那连接需要一点点时间。好的，我们连接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启一个网页。那这个网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这个无线网域的设定的控制界面，所以我们这个浏览器开启之后，请大家键入你的控制页面对应到的 IP， 通常是在无线路由器的后方的这个标签上面会注明它的控制的网址在哪里。例如以这一台为例，那它的控制网址就在 192.168.1.1。好，我们输入进去之后，常常会跳出一个这个密码的认证。那请大家也就是根据你的这个无线路由器背后所提供的预设密码，或者你更改过的密码以及账号来登入它的页面。好，这个是 RTN10 这台路由器所提供的控制界面。我们来到了它的进阶控制，在进阶控制里面，我们要控制的是无线网路的部分。那在无线网络部分，你可以找到的是 2.4G 的一般设定，或者是 5G 的一般设定。我们点选这个一般设定，点选完之后，你就会在它的画面中看到了。很重要的是，我们这时候要把无线网域开放成我们所希望它拥有的名字。比如说，原先这台叫做 RTN10， 那我们这次想要把它改名成叫阿米巴。好，更改完毕之后，其他的先暂时不用更动。然后呢，按下了套用本页面设定之后，那你的这个无线路由器，然后就会根据你刚才的这个设定，然后呢然后再重启一个新的这个无线网域。我们稍待片刻，重启大约需要在30秒到2分钟的时间。好的，在我们的这个无线路由器重启完毕之后，大家来看一下。你在你的那个电脑上面侦测这个无线网域的时候，是不是看到了我们刚才所设定的阿米巴的这个无线网域呢？如果看到的话，我们这次就要先点选这个阿米巴的无线网域，然后呢，连接上它。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回到了我们的阿米巴操作方面。好，那我们让这个连接继续执行。那我们回到了阿米巴。那同样的，请大家点开你的阿米巴的 IDE 界面。好，点开 IDE 界面之后，我们首先要来操作的是开放式的网络系统，所以请大家在 File 底下的 Example， 然后呢找到阿米巴 WiFi。在阿米巴 WiFi 的第一个 Connect No Encryption， 其实就是我们这次所要探讨的专题。好，开启之后呢，大家会在画面上看到我们成功开启了 Connect No Encryption 这个专案。然后接下来我们来一行一行来检视这个专案的内容。好的，首先如同在上一个扫描无线网域的这个例子里一样，就是我们对于所有阿米巴要连接上无线网络的这样子的一个专案，都必须要引入适当的标头档，也就是 WiFi.h 的这个 header file 标头档。好，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那接下来到第17行的时候，那么它有一个 SSID 就是我们刚才所开放出来的这个无线网域，所以我们要把这次开放出来的无线网域设定到它对应的名字。那我们刚才把无线网域设定成
大写的阿米巴，我们这时候就来更改一下。好，更改完成之后，基本上我们的这台阿米巴等一下重启之后，它就会去自动的去寻找网络上的阿米巴的这样子这个无线网域，然后呢来连接。不过在我们 compile 之前，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走，看看下面的程式码告诉我们什么。在20行到25行的地方，那同样的，它是一个阿米巴版的基本的设定。那一样的是设定它的这个序列副监视器的通讯频率是在9600的这样子的一个频率之上。然后在这个看看这个 serial port 这个序列这个通讯器有没有连接上。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完成这个部分之后，27行到32行呢，在做什么？尤其是28行，它在检查的是 WiFi 的 WiFi dot status， 然后等于一个WL 底线 no shell 的状况。那这个部分的这个 if 的这个判断句部分呢，其实是在判断，那你现在呢这个程式执行的时候有没有连接上适当的这个网卡？那如果没有适当的网卡的话，那它就会显示下面这个就是用序列副影印出来，就是我其实没有任何的网卡可以提供给使用。那由于阿米巴已经有内建WiFi 的功能，所以这个部分就会自动的通过，那么就会往下继续的执行。好，程式继续往下，来到34行到37行的部分。34行到37行的部分呢，其实在检查的是 WiFi 的韧体版本。那由于它在对于连接网络的时候有韧体版本的一个最低的资源的需求，所以它会去看现在的韧体版本是不是 1.1.0 的这样的版本。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它就会显示一个讯息，在你的序列监视器上面是会显示说，please upgrade the firmware， 请升级你的韧体。对，好。结束之后，我们再继续看程式往下，来到了第40行到第47行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尝试着阿米巴版要连接上我们开放的网域。那所以它会去根据它连接的成功与否来判断。所以40行的部分一直有一个 while 的回圈，去判断我现在的状态是不是在一个 WL 底线 connected， 就是成功的连接上无线网络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没有的话，它底下呢就会告诉你说，你要尝试的去连接这个 SSID 呢，其实可能是连接不到的。所以呢，它会把这个 SSID 你刚才设定的要连接哪个 SSID， 然后告诉你。然后呢，那以及连接完这个 SSID 之后，它的无线网络，然后呢就是开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可能是没有连接好啊，或者是一个没有成功连接的状态。那如果都成功了，那也就不会显示出任何讯息，而直接的往下。好，接下来最重要的在50行开始。那么我们就成功连接上网路了，所以51行跟52行的时候，那在基于一个成功连接网路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会写了2个额外的这样子的一个函式，叫 print current net 跟 print WiFi data。这2个函式呢，分别对应到下面的一段 code。那么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主要是 print current net 就是把我们现在所连接上的无线网域的资讯，然后呢显示出来。那52行的 print WiFi data 主要就是以阿米巴连接上这个无线网域之后相关的讯息，然后呢列印出来。那在55行的地方呢，其实没有做太多的事情，它其实就在这个无穷回圈的部分，然后呢进行一个时间的延迟一个10000的毫秒的这样的时间，然后并且把这个现在的连接上的这个无线网域的资讯列印出来。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到底我们列印出来的这个资讯有哪些。我们首先来对应到的是61行开始的61行开始的 print WiFi data。我们说了 print WiFi data 在列印的是你这块阿米巴板上面连接到无线网域的这样子相关的资讯。所以呢，我们来看在63行的部分，那么首先它就会把 IP， 也就是当你的这个阿米巴板，然后向你的无线网域，然后呢索取这个要连接的时候呢，它会分配一个 IP 给它，分配 IP 给一个阿米巴板，所以这边的 IP 就会是阿米巴板得到的 IP。那接下来64行到66行就是把这个 IP 的资讯IP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像我们刚才 key in 的 192.168.1.1 这些 IP 的资讯，把它列印出来。好，
那在下面的部分68行开始呢，则是要开始把你的 MAC address。MAC address 上，我们在上一个实验也讲过了，它其实就是网卡的这个位置，网卡的一个标志码。那这个标志码，那它是以6个 byte 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呢，我们在70行的部分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 MAC 抓到的这个标志码绑定在这个我们这个连接上的这个阿米巴板上面。那接下来从71行开始，它就可以把这个 MAC address， 然后1个 byte 1个 byte， 然后的资讯内容把它列印出来。所以在71行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0个 byte， 然后以16进位 hexadecimal 的方式，然后把它列印出来，然后中间，然后用一个冒号跟下一个 byte 隔开。好，所以我们看到它就会列印完了6个 byte 之后，就把这个网卡资讯也列印出来。好，那接下来84行，然后的部分呢，则是列印你的这个子网域遮罩。那由于这个我们连接上网络之前呢，它必须要设定好这个子网域遮罩，所以呢，其实你也可以从这个从这个 IP address subnet 等于 WiFi 点 subnet mask， 然后呢取得这个子网域遮罩的讯息，然后呢再把相关的资料列印出来。好，这是84行到87行的部分。89行到92行呢，则是列印的是这个闸道器的这个位置。那通常闸道器位置就代表就是你的无线这个路由器，它所指定它的这台无线路由器的 IP address。所以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个 gateway 的变数，然后让它去用这个 function WiFi 点 gateway IP 去取得闸道器的这个IP 的这个 address。然后同样的，我们再把这个闸道器的 IP 列印出来。那以上呢，就是以阿米巴的这个板子的角度，然后呢，向无线网域索取相关的资讯，然后把它列印出来的状况。那在接下来的下一个部分呢，则是 print current net。那 print current net 就是说，到底现在开放出来的这个无线网域是有哪些相关的资讯呢？我们就用这个函式来完成。所以首先97行到98行的部分，然后我们看到的是，那我们首先把 SSID 就是我们刚才所开放出来的无线网域的名字，大家记得吗？刚才原来的程式预设的名字是 Your Network， 我们把它改成了大写的阿米巴，所以这时候我们从这个WiFi 点 SSID 这个函数所取得的，就会是这个大写的阿米巴这个无线网域的名字。好，那接下来呢，下面的100行开始。大家我们觉得很熟悉，也是在列印一个叫做所谓的网卡的这样子的一个识别码。那不过这次的列印的网卡识别码是指的是你连接上的这个路由器，这台路由器的它底下的这个网卡的识别码。所以呢，我们把它取名叫多一个 B， 叫 BSSID6。也是用6个 byte 来表示这个网卡的这个识别资讯。那首先我们让它绑定在这个 WiFi 点 BSSID， 然后括号，然后 BSSID 小写的这个变数绑定进去之后，它就可以成功的去取得你现在这个路由器的网卡的资讯。同样的，在103行开始就把这个网卡的路由器的这个上面的网卡的这个网卡的识别码，然后1个 byte 的内容，然后列印出来。好，以16进位的方式。好，那接下来这个程式最后面还有2个部分，就是116行到119行，以及121行到124行。它们分别对应到的其实是前面这个部分呢，是在列印的是我们这个无线网域，然后经过无线电波的传送到这个阿米巴板之后，阿米巴板所接收到的讯号的强度。那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一个 ISSI 小写的变数去接收WiFi 点 ISSI 大写的一个函式呼叫，就把这个讯号强度，然后的内容，然后呢存进了 ISSI 的小写这个变数里面。那同时我们在118行跟119行的时候，把它的资讯内容列印出来。那下面这个最后一个程式的部分呢，则是列印它对应到的加密的形态。那它加密的形态呢，是以一个位元组的 byte 的方式，然后来呈现。所以我们宣告一个 encryption 小写的这样子的变数，并且让它去承接 WiFi 点 encryption type 这样子的一个函式呼叫的结果回传给它，它就可以拿来判断到底 encryption 是哪一种的加密形式。那同样的，我们在123行跟124行就把这个加密形式，然后呢列印出来。
好，那大家记得，我们第一个 Part A 的部分要操作的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系统，所以大家可以预期是等一下我们看到会是一个 No encryption 的状态。那以上就是程式的部分。好，接下来讲解完程式之后，我们就请大家来编译，跟着我们来执行。首先，我们对这个程式进行编译。在编译的同时，请大家一定要确认你的阿米巴板目前有选到正确的序列符，可以让它成功的连接到你的电脑，然后让你成功的可以做编译以及烧录的动作。我们稍待片刻。好的，编译完成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进行烧录的动作，把这个程式码，然后呢烧录到阿米巴板上去。它同样的也需要一点点时间，请大家稍微有点耐心。好，它也完成了烧录动作，并且跳出了这个 embed 的这个目录，我们把它关掉。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序列监视器打开来。好，当我们打开序列监视器之后，那么我们就来重新的在阿米巴板上面执行 reset 的动作，让它重新的执行我们刚才烧录进去的程式。大家在画面上首先会看到，一开始会去检查的就是这些阿米巴板的韧体的资讯。好，我们画面滚动到下方的时候，大家有看到了，我们这边在序列符的这个序列监视器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要尝试的去初始化 WiFi 的这个动作，然后成功之后显示了 WiFi 已经成功的初始化了，然后尝试着连接到我们的 OpenSSID， 也就是开放式的无线网域，叫做阿米巴。然后等到阿米巴抓到之后呢，那么底下它下面的资讯就会继续的显示，在我们这块阿米巴板成功的连接上阿米巴这个无线网域之后，我们看到是界面卡0的 IP address 抓到的，被指派到的是 192.168.1.21 这个网络位置。那么同时它也连接上了我们的 SSID 阿米巴。然后同时，那我们刚才讲过了，那我们在 print kernel 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把它的这个 SSID 的这个6个 byte 的这个网卡资讯列印出来，所以大家也看到了。同时，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有说，它程式的最下面呢会列印讯号的强度，现在是-36 dB， 以及encryption type 它的加密种类，然后加密种类是0，代表的是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系统。好，所以然后接下来印完之后就会 print 这个WiFi 的 data， 那包含了现在这块阿米巴板抓到的 IP 的位置。192.168.1.21， 以及这块阿米巴板上面的网卡的识别码 28C2DDDD43BB， 然后以及它的遮罩位置，以及它的闸道器的这个 IP address。好，那下面由于是无穷回圈的执行，所以你会看到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执行过程，只是它可能因为随着时间的递移，抓到的讯号强度不一样。好，那以上呢，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部分，怎么样利用阿米巴板，然后呢，可以成功的连接上一个开放式的无线网域，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操作，希望你可以看到一样的结果。以上就是这个实验。